然让世界看见台湾。财政部云端种数据一起集点数抽奖活动，结果呢，这权限也太强了吧 ！iPhone 15 Pro 这里中一支，那里又中一支。国税局第一时间回应，全程都有律师见证，一切合法。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个几率是完成了宇宙天文学尺度的壮举了吗？宇宙年龄只有138亿年，但是财政部国税局天选4天王重复中奖事件8000兆年一遇，完全没在演。第一时间霸气说没事，第二时间说抱歉，可能有事，我们再查查。但查了半天，到现在结果在哪里呢？昨天不是说没问题吗？笨色洞有疑虑，但是合法。绿鸟快出来护航啊！绿鸟嘞，小鸟集体沉默，始终真的就是白痴啊！掌握48白痴，你就赢啦！人家48不在乎啊！我只能讲这种事情就上梁不正下梁歪。政府的整个失能，他已经夸张荒谬到把老百姓当成一个智障我就嚣张啊，你就有力啊！林北政府就天王老子，质疑个屁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财政部有一个叫做云端种数据一起集点数的一个抽奖活动，那只要登记了发票就可以来接受这个抽奖就9万多人次的抽奖活动里面呢，竟然中奖人是重复的，而且重复实在是非常的高结果呢，这些重要的大奖，比如说 iPhone 15 Pro 你看陈圈祥0922213，这个大家就找一下说，哇，这是怎样神人就对了可以第一期中，第3期又中，好，再来呢吴圈炫这边拿了一个净水器，下面又来了一个Dyson 吸尘器，再来这个梁圈帮，好，前面拿了一台捷安特脚踏车，那后面呢又拿了一台 MacBook Pro 14寸，非常厉害。然后这台一个高圈区呢，竟然可以连拿2只12.9寸的 iPad Pro， 哇，这一下子乡民就是集体炸锅啦，所以呢被大家质疑这不是轮流中奖，你根本就是来唬烂的。好，那这件事情呢，当然立委王宏威就质询说，这次中奖度会不会太高了？姓梁的、姓高的、姓吴的、姓陈的轮流大奖。国税局第一时间回应呢，全程都有律师见证，一切合法。那未来活动会再精进不要紧张，搞得大家越来越火大，霸气懂了吧？再吵叫大法官教训蓝白，大法官真的去死一死先调查这位陈小姐这样都合法，哈哈！马上就有乡民继续算说，这个几率是完成了宇宙天文学尺度的壮举了吗？这宇宙天文学现象周期发生时间赫然都比不上我们的财政部呢，所以果然是什么？让世界看见台湾，让台湾 No.1。好，我跟你讲，台湾已经不是世界的台湾了，它是宇宙的台湾。哈雷彗星来一次要75年，九星连续要130年到180年，日环食要195年，金星凌日要243年，地磁反转要20到30万年，太阳膨胀为红巨星还要61年，仙女座星系跟银河座星系碰撞要70亿年，宇宙年龄只有138亿年。但是财政部国税局天选4天王重复中奖事件，根据 AI 计算，需要抽2.56乘10的34次方才会发生一次。假定执行一次抽奖，以期望值预估计呢，需要8.14乘上10的16年，等于8140兆年。什么意思？每秒抽一次，如果照这样的比例换算的话，等于要8140兆年。对，你没有听错，就这么的夸张，完全没在演，8000兆年一遇，所以可见的将来都抽不出来所以这事情大家说你把大家当白痴吗？然后你就看到青鸟社群就沸腾起来了咕咕咕咕咕，这是合法中奖律师难道律师是笨蛋是白痴吗？网络上叫血流成河结果到了深夜的时候，财政部突然又发了5个声明说那我们会继续查证，如果有结果的话，我再对外来公布。我觉得就是在那边装笑伟第一时间霸气说没事，第二时间说抱歉，可能有事，我们再查查。先讲一下律师见证的这个部分，他是用电脑抽奖，那呢，律师只是在那边，然后看你按下那个钮之后呢，然后就是然后弄出名单，这就叫见证了。可是你的母池里面有谁？然后那些人的名单，比如说好，你一个人，然后你有几支签，对，那你不知道啊。然后你的电脑运作设备有没有公平，你也不知道啊。律师也没有负责去查核这个工作没错。所以什么叫做律师见证游戏规则合法？你今天财政部要查的就是说呢，是不是因为
财政部里面有人知道说有在办这个活动，然后里面有抽大奖的机会哦，好，所以呢，不管你是在电脑系统，好，它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是电脑系统不公平，第二个就是说呢，你不合理的输入了很多同样的号码跟名字，让你自己本身在母池里面的出现几率非常高，所以呢，再来就是说，它这些它都是抽到大奖，没错，所以它的大奖的抽奖机制里面为什么会重复是这些人？就算你用各种手段，你扩大自己在母池里面的分子数，那也没有道理，它没有常态的分配到大奖跟小奖都有，而是就是你们几个抽到大奖嘛。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是说什么游戏公平公正，已经没有人会相信了。对，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你现在该做的是查弊，就是说到底是里面有什么样的弊端导致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应该往这个方向去。我觉得这件事财政部第一时间那个态度之恶劣哦，好像是他就是老大，那所以所有质疑他的人通通都怎样？他只差一点喷出来说你是不是中国同仁，你是不是怀疑政府执政的策略？所以我觉得是这个心态导致大家火大，然后大家开始去查。你这是把人民当白痴吗？因为会有始终的可以用，很爽，掌握48白痴你就赢啦，人家48不在乎啊，不错哦，你们毕竟是始终的哦。所以呢，乡民炸锅之后呢，实在是死扛不住压力哦。国税局次长呢李庆华呢说。对啦，确实是有疑虑啦。抽奖活动绝对是公开透明，没有任何内定造假情况。但我们有要求台北国税局要查证啊，预计几天会有结果但查了半天，到现在结果在哪里呢？结果呢，下面开始算霸气呢，霸气的也有疑虑啊。昨天不是说没问题吗？笨色豆有疑虑，但是合法。绿鸟快出来护航啊！绿鸟嘞，咕咕咕咕咕，小鸟，咕咕咕咕咕，小鸟在哪里？小鸟集体沉默，小鸟在瞬间消失了。更扯的事情呢，这竟然还有案外案啊！你以为中奖一间国税局连3期有中奖就很厉害，有没有？我跟你讲，还有更强的人啊！有一个萧姓男子被比对出全台4个国税局他通通都中奖。有一位呢萧圈峰，手机电话号码是0963开头的除了云端发票抽中的 Apple Watch， 他也是高雄、新北、台中国税局中抽过礼券，苗栗国税局气炸锅得主也是他可谓抽奖之神人那就有治安专家说就上万个人来讲，如果你去做这样一个登录他有没有可能说一个人登录非常多手机号码？会不会这个是系统漏洞呢？如果他可以从别的地方去筛一下这个，会不会有造假问题呢？但是财政部呢就说，哎呀，我会查查去哪里？到底查去哪里？那我只能讲这种事情就是丈量不正下梁歪，就整个政府的整个失能，他已经夸张荒谬到呢，就把老百姓当成一个智障，他们已经非常醉心于自己的世界里面了。反正就像大家酸的嘛，如果不行怎样视线对不对？我就玩死你啊！我们政府现在不就这样吗？我就嚣张啊，我就有力啊！林北政府就天王老子质疑个屁这就代表台湾整个集体性的堕败。所以这些狗血的政府这些狗血的官员这些官员就是这样，连这么小的利都要吃，那代表国之亡不远矣就代表这个国家的所有的利就到了最后已经吃到了最尽头了，可持续性的竭泽鱼已经竭到底，已经在挖最后的烂泥巴了。